2020年10月，中国航空航天代表团在阿联酋访问期间，与阿联酋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中写，中国计划于2026年发射的嫦娥7号月球探测器上，将携带阿联酋的拉希德2号月球探测车登上月球。据说这张船票价值300亿。不久前发射的嫦娥6号已经在月球上挖完土特产，又飞回环月轨道。嫦娥6号成功传回的照片和带回的月球土壤，可以说是一本月背的地质百科全书。阿联酋的土豪们看到了嫦娥6号成功，于是将目光投向了我们未来即将发射的嫦娥7号月球探测器，耗资300亿与我国签订协议。不管与不与阿联酋签署这个协议，我们嫦娥7号的发射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带上阿联酋的拉希德2号可以说是顺便的事情，还能挣到300亿，何乐而不为呢？阿联酋的拉希德2号是一个体积很小的月球探测车，总重量仅有10千克左右。它主要是在月球表面执行探测任务，包括收集和传输月球表面的数据，支持科学研究和未来阿联酋登月。拉希德2号采用了现代化的设计和先进的技术，以适应极端的月球表面环境。它被设计为可以在月球上移动和操作，收集各种类型的数据，如地质特征、化学成分和环境参数。阿联酋的航天计划始于2014年，旨在通过开展宇航探索来推动国家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拉希德2号是阿联酋继成功发射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后的又一重要探索项目。中国航天局将会全权负责拉希德2号月球车的运输、测控以及数据接收等各项工作，保证整个月球探测任务的顺利完成。阿联酋为什么花300亿搭载嫦娥7号登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可以借助中国先进的技术和资源，提高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并且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早在2020年，阿联酋就曾与日本进行了一项关于火星探测的合作。阿联酋计划借助日本的 H2A 火箭发射自己的希望号火星探测器。据说为了这个项目，当时阿联酋也是投入了不少的资金。然而直到现在，这个项目还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阿联酋的投入也没有获得回报，这笔钱可以说是打水漂了。不仅如此，日本虽然在重型火箭方面相对领先，但是在探月方面还没能够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国家探月系统还不够完善。除了与日本合作，阿联酋还曾加入由美国主导的阿尔特弥斯反月计划，但是由于自己没有核心技术，年年往里面投钱，但是基本上都在亏钱。这样一来二去，阿联酋也不想再继续当这个冤大头了，他们必须找到一个靠谱的合作对象。阿联酋此次选择中国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中国的航空航天技术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与中国合作可以让阿联酋在拉希德2号项目中获得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指导，特别是在设计、开发和测试方面，中国可以为他们提供先进的月球车技术或关键组件，使得阿联酋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实现拉希德2号的研发和部署。阿联酋花300亿让中国带他们的拉希德2号登月，很多人都直呼赚大了。实际上，中国这300亿不白拿，帮助拉希德2号完成任务也有不少的难点。首先就是月球表面极端的温度变化、真空环境以及尘埃等因素对设备和航天器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开发能够耐受月球表面环境的材料和组件，确保航天器各部件的可靠性和长期工作能力，同时设计合适的电力供应和热控制系统，保障航天器的正常运行。除此之外，也是阿联酋比较重视的一方面，在月球表面进行科学探测和数据采集，确保获取高质量的科学数据和图像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中国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我们嫦娥7号配备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探测设备，如高分辨率相机、光谱仪、磁力计等，以便进行地质分析、天文观测和其他科学实验。我们的通讯设备能够解决月表与地球之间的通信延迟和信号弱化问题，确保在遥远距离下能够实现有效的遥控和数据传输。阿联酋与中国的合作不仅仅是科技上的交流，还涉及到战略合作和国际关系的层面。通过共同开展航天项目，两国可以加强在科技、经济和政治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和交流。这种合作也有助于提升阿联酋在国际航天领域的声誉和地位，
增强其在全球科技合作中的影响力和可见度。选择与中国合作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阿联酋可能不懂航天技术，但是他们懂中国。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